我查了一遍，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，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，我也查了杨静。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？啥反馈啊？他们仨都觉得呀，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。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，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，叫王大勇。你觉得呢？我哪知道这事儿啊？好，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，是吧？是啊，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马中阳带我去的。啊。在哪儿啊？在上面，上面是吧？在这里面。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！打120。那你干什么？打120！120吧，这是万川矿业，有3个人中枪。你还行吗？把毛巾给我。捂着。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，我就看一地的血呀，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。所以你看着杨正，就当时。对呀。你看着杨正几次？2次啊。哪2次？这一次在案发现场。案发现场啊。第2次？第2次去 ICU 了吗？想做个笔录。笔录他说啥呢？这 ICU 他能说啥呀？这说不出话来。所以你见杨正几次？2次啊。2次。哥，我确定我就看见2次啊。这样，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。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，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不是哥，你到底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这儿很安全。不是，你是觉得我信任你？我就有什么漏的，你可以现在。我没有漏的，我就看见2次。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，我知道，我信任你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？站长，别绕了行吗？你到底想跟我说？你想？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我是找了。但是他死了呀，哥！啊，他死了不能算呀！我就漏了这1次，而且你漏得多！王八蛋！13年前你说，现在还说，你想说到哪天？马所，别叫我马所，你不配！说，还漏什么？我没漏啥的呀。我替你捋。初到现场，我们问杨正，一共几个人？他怎么说的？说！什么时候开的枪？看清了吗？没看清，他戴着面罩。几个人2个人。体貌特征？一个高的，一个矮的。一个高的，一个矮的。谁开的枪？高的开的枪。高的开的枪。矮的呢？矮的在放风。你看这里啊，看仔细了。什么？啊，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。你找我确认无误之后，然后你跟我说一下。
哎，嘿，你看人分局这效率啊，就是高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，公车望风从犯叫王大勇。有啥问题吧？孙一虎也就1.7米，王大勇倒是个细高点，1.8米。啊？杨正不是当时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，往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？这不反了吗？许志，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，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。这是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，你跟这瞎掺和什么？我没想掺和呀，但也不能查错了呀。我们问了那杨正2次，他都说是那高个的，我们不能记错吧？再说了，马所也在，他也能作证啊。喂，孙哥呀！哎，许志，是这样啊，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，关于131案的，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，好像体貌特征上面有点出入。您说的这个出入，许志，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？这样的话，我去核实一下。这个被害人指出来，这个枪手啊，好像是个大个子，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？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，是不是杨正啊？许志，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么讲的。至于他为什么改口，我得去核实一下，然后再向您做汇报。哎，好，辛苦啊！等等吧。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，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，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。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，你为什么不签？你为什么不签？说！严律，这个案子里你的身份有些特殊，得回避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参与这个案件。我会向高检汇报。好了，表决吧。同意起诉的举手，放下。不同意起诉的举手。好，结果2比2。看来我的这一票很关键。我的当事人胡方全确实从事高利贷活动，他这是违法行为，但不是犯罪行为。他承认，检方认定的5个被害人确实是他的客户，而且之前也被他带走过，但是已经释放。尽管2告张崇轩、3告金朝国说他们是受胡方全的指使，把这5名受害人装到铁笼子里扔到了江里，那我想请问，尸体呢？尸体去哪儿了？5名受害者，一具尸体都没有找到，难道你们就不怕你们定性的死者会活着回来吗？胡方全辩护人，我们今天开的是庭前会议，不是正式庭审，请你就程序问题、证据合法性问题提出你的意见。我所说的，正是证据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。本案是典型的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，而检方的指控依据无非是2告和3告那些得不到其他证据支持的供述，就这样草率地指控胡方全故意杀人，难道这样符合规矩吗？我们认为，检察机关应当立即撤回起诉，这个案子并没有开庭审判的必要。
公诉人，针对辩护人提出的“本案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”这种观点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审判长，今天是庭前会议，本来不应该就着实质问题发表意见，但是本案的确特殊，所以公诉人简单说两句。首先，本案不仅仅有被告人的供述，还有证明胡方全与各被害人之间钱款往来的证据，以及证明被害人曾经被胡方全等人带离居住地之后音信全无的证据。所以本案不属于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案件。另外，关于故意杀人罪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找到被害人的尸体才能认定此罪名。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尸体就限制了检方起诉，那等于是鼓励杀人者毁尸灭迹，留下尸体的伏法认罪，挫骨扬灰的逍遥法外。请问这就是辩护人口中的规矩吗？所以本案是否有尸体，只是一个证据是否完美的问题，并非证据是不是充分的问题。能否认定胡方全等人的罪行，还是要看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证据。公诉人，被害人尸体确实是杀人案件中非常重要的证据，你们确定找不到了吗？我们和公安机关正在跟进。如果在审判期间你们找不到尸体，还会继续坚持指控意见吗？如果找不到尸体，我们坚持公诉意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静儿，下班没？小珍啊，我刚下班，开车回家呢。回家多没意思啊，一个人，还不如跟我出去吃饭溜达呢。不行，我今天上了一天班，累死了。哎呀，我好无聊啊，你陪我玩会呗。你无聊，我可不无聊啊。我回家还有一堆案子的卷宗要看呢。我都说了，还有一堆的案件要看，好几天的工作，为什么非要一天做完啊？你今天别做了，休息休息。我听说最近上了一部新的大片，叫《拯救海王星》，据说特别好看，咱俩去看呗。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姚真，我今天真去不了了。你要实在无聊的话，你就去找潘晓黎啊。下班了吗？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说挂就挂，还让我找潘晓黎。我姚真朋友多的是，又不只有你老家一个人。再怎么也轮不到潘晓黎。哎，还在出差吗？上次也没见成。据说新上映的《拯救海王星》很好看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还在出差，你找别人看吧。喂 ，Lucy， 还在英国啊？大头。这么久不联系我，你都不知道联系我的吗？陪女朋友？喂，亲爱的球儿，我们看电影去吧。你都看3遍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喂，姚真。喂，潘晓黎，你干嘛呢？一会儿有时间吗？有。8点见，有我地址发给你。好的。
专门来接我？不是特意来接你的，我就是路过，顺便问问你。再说不是下雨了吗？谢谢啊。哎，任天宇，哎，你别那么正式，我真不是故意来接你的，我就是顺路。你就这么跟我走了，住近，他不会误会吧？毕竟她是你女朋友嘛。然后呢？啊？没有然后啊。哎，我就是怕他一旦误会了就不好了，是吧？毕竟女人这方面都还挺敏感的。那你会不会这样？我？啊？我当然不这样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我们只是朋友嘛。那我觉得他也不会吧。行，你开车吧，我睡会儿了啊。哎，你真把我当司机了？醒醒吧，到家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停车。车技不错呀，我睡得特别安稳。你睡得倒是安稳了，可苦了我这个司机了。哎呀，早知道跟姚晨看电影去好。什么电影？不知道，科幻片吧，据说挺好看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看。现在？啊？你疯了吧？科幻片，我最爱看科幻片了。可是我们两个也没有票啊。我用手机订就行。走吧。真够随性的。张少龙不愧是中国科幻界的大神，不枉费我小时候收藏了他一整套小说呢。你也喜欢他呀？啊！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他，他的小说我全部都有，还逃课去看。就因为这事儿，老师还把我爸叫到学校去谈话呢。真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那本小说也差点被我妈都烧了。哎呀，姚真，咱们俩可真是太有缘分了，连喜欢的电影跟小说都一样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这个电影10几亿票房呢，那么多人看呢，难道每个人都是我的有缘人吗？那些人你不认识，但你认识我呀，我又认识你，我们两个又同时喜欢上一样的电影，这难道不是我们俩的缘分吗？姜文静，哎，还真是你俩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我们俩路过，你们俩不是秘密复合了吧？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姜文静，潘晓黎，你们俩啊，我们俩今天过来看看。你掐我干什么？谁掐你了？刚刚啊，你掐得我太疼了。怎么了？是眼睛不太舒服吗？静儿，我觉得吧，你们俩可以看场电影了，电影挺好看的，你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哎，那个电影真的挺好看的，带他去看一场。先走了啊。还行，我觉得他俩比咱俩尴尬。走吧。今天谢谢你请我看电影啊。不客气，也谢谢你当我的司机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朱瑾不是我女朋友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你什么人。我就是想告诉你。行，那晚安。晚安。
好吧，快点，快点！又是你啊，又是你啊！又输了！来，喝吧！来，快点！来，喝了，快点！别跑！站住！别打了！我让开！别打了，动手！别打，有没有人啊？别打了！宝贝儿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们放开我！姚烨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还给我！还我手机！我正不知道跟谁要钱呢，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！喂，谁啊？祝锦电话为什么在你手上？你搞错了，不是祝锦的电话在我手上，是祝锦在我手上。不要你打的眼泪！你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绑架是犯法的？你紧张个屁呀！你俩什么关系啊？少废话，马上放了出去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口气不小啊！这样吧，给你个机会表现表现，2个小时内带着100万现金来城西的三江屯就算我账。不要来，姚烨他是疯子！晚了，人可就不一定完整了。记住啊，2个小时，多1分钟老子不等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姚烨，你怎么放开我？放开！严律，我到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到？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。一定要等我们到了再行动。姚烨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哥，你这马子够怕的，之前挺想花的。哥的本事你还不知道？你别看他现在，当年跟我的时候可乖了。那咱们可不知道呢。谁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我给你们来一个。来一个，我得给你录一下。别动！放开我！别打了！你变态了！对呀，我就是变态。来，起来！救命！严律，我提醒过你，你不放过他，我对你不客气。看什么呢？上啊！小心严律！小心严律！上！小心严再动我弄死他！严律，不要管我！严律，挺能打啊！来了试啊！不要管我！上！打了！打！不要管我！队长，蹲下！蹲下！蹲下！不能动！严律，没事吧？
么那么傻呀？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你要不要再仔细查一查，抽个血什么的，你再查清楚一点。你女朋友非常关心你啊，很有福气嘛，小伙子。您别误会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那就更难得了，这么好的女孩可要好好把握啊。休息吧。你别在意啊。你刚才怎么就自己这么跑进来了？万一那些警察来晚了怎么办？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不能让他们伤害你。我受的伤害都是我自找的。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。我不是在自暴自弃，我只是在面对现实。那些的确就是我的过去，躲也躲不掉的。对不起，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颜略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当年的事情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把颜律交给你了，你得把她给我好好带回来。她要是敢少一根头发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着？你还能不认我了呀？啊？可不一定。我以为我不能面对你，我不想原谅你，但其实我恨的是我自己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是我一直在逃避所有的问题，我很恨我自己，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所以我就选择自甘堕落。我每天都在跟姚烨那群人混在一起，喝酒、蹦迪、麻痹自己，反正所有一切寻求刺激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在干。对不起，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，不想见到我。我是不想见到你，因为我一见到你，我就会想到我哥。我一直都让我自己选择去恨你，我去怨你，因为我以为我那样子就会让我自己好过一点。除非是因为我死的，你恨我是应该的。可是，我现在不恨了，我也不想再恨了。刚才我看到你被他们打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已经失去我哥了。
任律师没接电话。任律师忙得很，哪有时间随时都接你的电话呢？也是，他刚接手九泰的事务，有的忙啊。王总，我听微微说，您看中了一块地，是城北发展建设那块吗？那可是一块好地呀。是，那块地是不错，政策也给得好。我打算以慈善项目的名义把它拿下来。那之后呢？是建公寓啊，还是对外出售？您不会真拿那块地做慈善项目吧？不过您的眼光一向敏锐，拿下那块地，肯定又能大赚一笔了。也不好说，现在有好几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呢。嗯，我听说九泰也盯着那块地呢，而且九泰就是房地产起家的。那个马珊珊摆着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。志在必得，看起来倒像是虚张声势。嗯，之前我听任律师说过，九泰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他们可能想指望这个项目挽回下滑颓势，给股民信心呢。以九泰现在的情形，我想他们应该不敢轻易动用大量的资金。您这么有把握，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了？计划？哪有什么计划呀？一步一步的看吧，等拿到那块地再说。那任律师能不能帮上忙啊？任律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，至于做不做，怎么做，就全看他了。任律师是个聪明人，王总应该放心。你就别为我操心了。来，说说你吧。费尽心思的把魏清明的公司给搞破产了，为什么不趁着乱把他那珠宝公司也收了呢？错失良机了吧？不过还好，被我给捡了。魏清明，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？胡方全放贷，魏清明欠了他的钱，然后就世间蒸发了。而恰恰你认识胡方全，还很熟。你说这世上真的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王总，那公司都倒了，你还收他干什么呀？公司在他手里边倒的，是他不会经营。现在市值都跌成这样，正好方便我抄底呀。原料和生产没有问题，如果资金链也不存在问题，很快就会扭亏为盈啊。这都是白捡的钱呐！王总，您真是下手又准又快。这还得感谢你啊！你说，这魏清明到底哪儿去了呢？不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，不排除。搞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他的死因啊！科学，并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。姓程的，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，要不然我把你上学的时候那些……哎！王同学，你怎么今天跟吃了枪药似的呀？你是
你们着急，我也很着急，好吗？发现尸体的地方土壤酸性大，那几个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，就算你把老师请过来，也一样鉴定不出死亡原因来，我保证。那身份呢 ？DNA 能检测出来吗？准确的说呢，以目前的常规技术根本就没法鉴定出身份来。目前的刑事案件的 DNA 鉴定必须得采集静脉血液，对吗？可这几个尸体呢，别说是血液了，恐怕就连最起码的可供检验比对的检材都没有吧？总不能撤回起诉吧？不是，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呀！我就是发表一下观点。闭嘴！那你们谁说说，这该怎么办？现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证明那几个人就是被害人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连这几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反正那几个人就是男性。废话。哎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，至少能印证上一点被告人的供述。当然了，只是一点点。啊，我需要严律。严律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严律懂得可比你多多了，总比现在一筹莫展的好吧？严律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吧？问题不大，过几天应该就可以上班了。哎，这就是英雄救美的代价。人家严律是有正义感、见义勇为，哪像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也有正义感，我经常见义勇为的。在游戏里？游戏里怎么了？游戏里也是需要英雄的。再说那没用，从这儿出去啊！好了好了，是我不好，不应该提严律的事。继续开会啊！难道没有 DNA 身份识别，就不能认定故意杀人罪吗？那以前没有 DNA 识别的时候是怎么认定的呀？没有 DNA 技术的时候，判断尸体的身份主要靠家属的辨识，以及对服装、饰品的识别。当然这些都不太准确，对本案也不适用。是啊，都高度腐烂了，家属也认不出来了。我想起一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人脸识别。在去年高检院的技术装备展上，我见过这项技术。一般来说，人脸上可以识别的点有10几个，都是骨骼特征。就算做过整形手术的人也可以识别出来，因为它识别的是骨骼而不是肌肉。对，我记得当时还有人问过，整形手术也是可以动骨头的，而当时的技术人员说，整形手术只能改变面部的1、2处骨骼特征，而人脸识别技术要综合脸上多处骨骼特征，所以不会有偏差。我想起一个人，刘冠宇。对，刘冠宇，对，他是我跟尹处的同学，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医科，后来去美国留学了，回来以后就研究人脸重建术，现在是高检的技术专家。一会儿联系一下他，让他尽快过来。好。那块地皮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盯着呢，再等等。要等多久啊？下个月就竞标了。我可是听说九泰集团已经放出风声了，对那块地皮势在必得。王总要是得不到那块地啊，我可没法交代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马珊珊在这个时候放出这样的消息，她是在虚张声势。一方面呢，她是想稳住股民；还有一方面，她想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过来投他们。好，那我就继续等你的消息啦。
还有一件事儿，那个胡方全，他的事儿我问了，板上钉钉。如果你担心吴总，可以自己上，没必要非得找我。你知道，毕竟我在米兰跟他待了1整年，他接触的明面上的、暗地里的合作方，包括地下钱庄，我都有所了解。出事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了，很显然，他没说实话。他也没跟我说实话，他说跟他没关系，但是我不信。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就这么巧呢？这个魏清明之前设计过我舅舅，照我舅舅的性格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后来魏清明破产，我倒不觉得惊讶。但问题是，他谁的钱都可以借，他为什么要借胡方全的？而且胡方全明明知道他根本还不上，还要贷给他，这都是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，没有任何答案。地下钱庄的事儿，你懂的。我希望我是多心了吧？可是他跟舅舅的关系，我担心。你担心他在里面万一狗急了跳墙，把你舅舅咬出来，这种事儿你完全可以自己上的。我没有律师执照。你的执照呢？打官司输了。输了官司也不至于吊销执照吧？我故意输的，因为对方出钱更多。人才啊，是因为王总吧？没问题，这个案子我一定能帮您打赢。啊，不，爸是想让你输，彻彻底底的输，而且我能留一点痕迹。我要是故意输案子的话，我的律师执照就会被吊销，这个我知道。不就是个律师执照吗？等办完了这件事情，爸给你开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你是我的女儿，爸只有指望你了。我越来越觉得，你既迷人，又可怕。说吧，让我帮你做什么呀？我要胡方全跟我舅舅毫无关系，这个我会去找人做，但是你心里要有数。如果他在里面把我舅舅咬出来，你要保他，为他辩护。没想到别人眼里的霸道总裁林总，还有顾家的一面。你别以为你很了解我，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我是要谢谢你的，任大律师。记得把橘子吃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救他舅舅。倒还是一个很好的外甥女。怎么了？雷万，他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，我仔细对比过他当初离开的时间，正好是车祸的第2天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多年老友雷老板，著名的会计师。10几年前呀，我们就在一起做生意了。你好，雷老板。当年的并购案，那可是轰动整个新州啊！咱们雷老板不但能力强，而且命还好，一战成名。那个负责审计的杨东华，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我听说中途就出车祸死了，而且还是一家3口。哎，好了，别光顾着说话啊！
您做的这些人脸，辩护人，这些人脸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通过骨骼重建的。好，那您重建的这些人脸，跟他们本人的真实区别会有多大？有多大的区别，我暂时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死者生前的模样。那这样说吧，一个人成年之后，骨骼的发育不会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样貌可能有非常大的变化。比如说我，今年是这个样子，明年可能胖了，样貌就不会一样。10年以后可能会更胖，那就会更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请问，您在做人脸重建的时候，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会去了解死者生前的身高、体重、年龄，并且结合他的骨骼尺寸，以估算出他的脸部大小，包括脂肪、肌肉和肌肉厚度。像你前面说的那个问题，其实不解决也无妨。一个人不可能因为胖瘦变化太大而难以识别。就拿您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无论您胖成什么样子，您的母亲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你来。